我是菲达药师。今天的话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药师到底在干嘛？成为药师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大家常常在新闻看到药师月收6万，大学生抢着填药学系，这样子耸动的标题，到底这样子的资讯是不是正确的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看下去。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拍过一部这一个影片，但是因为当时就是拍摄技术还有器材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医院宿舍录，如果那时候就有追踪我的人也许就看过那部影片。那背景的话就是医院的脏乱的宿舍，所以就是觉得有点品质太差，我就把它隐藏了，就是变成私人影片。那所以我就想说，那趁这个机会我应该要再拍一支全新的影片，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次，就是我药师在干嘛，然后呢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药师，然后到底药师的月收入高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那首先第一，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位药师？药师法的规定的话，是公立或立案的私立大学，还有独立学院，或是符合教育部规定的国外大学也 OK 的药学系毕业，记得哦，是药学系毕业。那而且要经过实习期满，而且成绩要及格，然后领有毕业证书的人才可以参加药师考试。代表说我们一定就是要在国内外念完符合规定的那个药学系的学生，你才有资格可以参加药师的考试哦。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说我想要考药师我就可以去考药师，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药师的话一定是要念药学系，你要念完，而且拿到毕业证书，而且经过实习合格之后，你才可以参加药师考试哦。那参加药师考试及格后，你才有办法成为一位合格的药师。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说药师不好考，其实就是医疗类的专业人员都是啦，就是我们都是要先经过大学的专业的训练以及学习之后，我们再经过国家考试的认定，才有办法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嘛。那专业人员我就会有一个专业的执照，那拥有这个执照我就才能够去执业，那也对于民众会比较有保障。所以大家要记得，成为一位药师的话，一定是要念过药学系哦。那第二，讲到药学系，那全台的药学系有哪些呢？国立的有台湾大学、国防医学大学、成功大学，还有阳明交通大学，这4间药学系都是6年制的药学系。那私立的话，有台北医学大学、中国医学大学、高雄医学大学。那北医的话是念4年制跟6年制都有，中国医的话也是有5年制跟6年制。那高医的话是5年制，接着还有的话是技职体系，就是有家药跟大人的药学系。嘉南药理大学的药学系的话，则是要念5年；那大人科技大学的药学系，则是有5年制跟6年制的不同。那4、5年制跟6年制的不同的话，差别在6年制，它念完是会拿到一个叫 PharmD 的学位，那就是有点在模仿美国的药学系的学制啦。所以就是你不是拿到一般的学士学位，而是拿到一个 PharmD的学位，然后在实习的时候需要实习的时数也是比较长的。那药学系到底上课都在上什么？那我就以我的母校来举例好了。我是去找了他们最新的课纲。那大一的时候就是学一些基础科学，像是普通化学、普通生物，还有一些像微积分等等。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大学必修的一些通识课，也都是很必须要修的这样。那大2的时候就会比较进阶一点，那我可能就会进入生物化学本草学、微生物免疫学等等，我再去更进阶的学一些再深入一点，像是生物化学
啊，或者是分子生物学这一类的话，都是在学习就是在我们体内的一些化学反应，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是跟疾病息息相关的。因为其实蛮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讯息传递路径有问题而导致的，或者是在我们代谢过程有问题而导致的这样子。那微生物免疫学也是相当重要，像是我平常生病感染是因为什么样的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微生物免疫学里面在学习的东西。2年级的话，当初我念的时候，就是里面就2年级就已经开始上药理学，但他们新的课纲2年级还没有开始上到药理学，他们到3年级才开始进入到药品。药剂学的部分，大3就开始学了药剂学。药剂学的话，就是学一个药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它需要做成不同的剂型，那可以透过不同的剂型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所以呢，像是口服啊、溶液啊、定剂啊、塞剂啊等各种不同的剂型，那去学习这些剂型的不同，这些剂型怎么被做成的，那就是药剂学在学的东西。那还有呢，就是药理学。那药理学就是学习这个药进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呢的各种反应。那像是一个药进到身体里面，它在身体里面会跟哪些接收器做反应，还有哪些各种不同引发下游不同的药理反应等等，就是主要就是在学各种药品在我们体内的作用。药物化学的话，主要是在学习药品它的结构设计，药品它的化学结构上的设计，为什么某些疾病它的药物的结构是什么样子，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可能跟它的接收器的一些结构啊，然后跟药品的哪些部分会去做反应，而导致它可以有这样的作用等等的。那我就是讲个比较大略啦，因为其实要细讲的话，每个药都不一样，然后也很复杂。大4的话，因为我当初是念的是4年制，那时候我们就是念完大3就是开始去实习，那实习4个月后就可以考1阶，或是在实习之中，像我当时就是实习到一半，然后就考1阶，然后再继续实习，再回学校。回学校之后，就是大4的部分，其实就在上比较那种伦理相关药物伦理学，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在给药或者在面对病人上，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伦理角度去面对病人才是正确的。因为其实在医疗人员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其实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伦理道德常识或者是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滥用在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地方。大4的部分其实就课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在准备国考。大4结束毕业之后，就是要准备考2阶段的考试。那2阶段考试考完，就是成为药师这样子。所以其实药师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学习蛮多的课程。其实我觉得蛮多都蛮难的，所以要念药学系，想要成为药师，也是要先3思哦。就是其实你也是要念非常多的书，不是非常轻松的哦。那大家应该会蛮好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会适合念药学系呢？我认为呢，如果是以学科表现来评估的话，可能生物跟化学还有英文这3科就是比较有优势，或者是比较有兴趣的同学会比较适合念药学系。那英文嘛，你也知道很多的药品名啊，或是药的化学结构都是英文，然后甚至我们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很多原文书会需要读，而且很多最新的医疗的知识都一定是从国外来，就是英文你在摄取最新的医疗知识上是蛮重要的。生物的部分就是毕竟就是药品就是跟我们人体有相关性，所以生物就是一定是要还不错。然后化学部分就虽然我本身也算是化学比较偏不好类型，但是我觉得如果化学底子不要太差的话，基本上都还 OK。但是如果化学底子好一点的话，你在念那个有机化学或者是药物化学啊，或者是分析化学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痛苦，不然真的会蛮吃力的。因为我觉得有机化学或者是药物化学对我而言就是超级难的。除了学科之外，我觉得人格特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成为一位药师是要喜欢关怀别人、照顾别人，然后去了解别人的一个人格特质吧。对啊，因为其实你未来在出社会之后啊，要持续做药师的工作，你
你一定是需要不断的跟人接触，无论是跟病人、跟护理师、跟医师，或者是你到药厂，你要跟你的主管，你要跟客户，都是要不断的沟通的能力。尤其是在药局工作啦，我觉得会比较需要更多关怀别人的那种爱心吧。如果不喜欢关怀别人，不喜欢了解别人需求的话，很难在药局开心的工作。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喜欢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的个性，我在工作上就会比较有成就感。我会觉得说我在帮助他、了解他的需求的时候，我就是帮到他这样子。觉得这个人格特质就是在当药师的话还蛮重要的。那最后呢，药学系的出路有哪些？那第一个的话是医院药师。医院药师的话是许多药学生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因为可以在医院经过医院的一系列的 PGY 的训练，然后你可以学习到很多药品在门诊或者是住院端的一些使用，然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例啊，就是大部分都会在医院才会出现。所以的话，在医院的学习，我觉得对于一个刚出社会没有什么经验的药师来说，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帮助。就是你在医院真的会看到一些比较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然后还有一些药品的一些特殊的使用方法，也都是在医院的时候才会看到。但是在医院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台湾人喜欢看病嘛，所以其实医院真的是非常的忙碌，在身体上真的会蛮劳累的。我也曾经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我这只拇指因为一直盖章，然后一直拿药这样拨药，然后这只拇指曾经就是超级痛，我真的是差点要去看医生的那种。如果你想要学一些东西，的确是可以去医院试试看，这样子适合就是年轻体力好、愿意学习、想要学习很多不同临床 case 的药师这样。那再来第二的话是药局药师。药局药师的话，药局嘛，就是大家的家附近应该都有药局。我觉得药局它的角色就是一个社区的健康好伙伴的概念吧，所以就是现在许多药师就是还蛮多人喜欢药局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跟选这科系的一些特质也有关系，就是会选药师的大部分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就是想要关怀别人或喜欢关怀别人、喜欢帮助别人的这种热忱，所以呢，现在还蛮多药师会去选择走医院药局药师这一块这样。那药局药师的话，我们就是透过我们药师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给予民众正确的保健知识，然后还有药品的知识，再透过我们在跟客人或者是民众互动的过程中，我可以了解到他隐藏的一些需求。因为其实有些病人他在跟医师问诊的时候，并不会讲出他真实的使用的药品的方式，或者是他怎么吃。甚至很多像今天我才遇到一个伯伯，他拿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知不知道这个药怎么吃，他就说我根本没在吃。像医生就不可能会知道他病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在吃药嘛，那他没有认真在吃药，他的血液的数值怎么会控制得好呢？甚至有些医师不知道病人他都没有认真服药，看到他越来越差的血液数值的时候，还会帮他增加药品的剂量，结果病人也没在吃，然后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健保的浪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只是药局药师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吧，就是我们去了解社区民众的需求，了解他们的用药习惯，了解他们的用药知识有没有正确，然后给予他们正确的观念，然后可以适时的给予他们需要的保健食品。我觉得这是药局药师的使命吧。好，那接着的话呢，就是诊所药师。诊所药师的话，就是会在诊所的附近或者是诊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调剂区，然后负责帮该诊所调剂那个医师开立的药品这样子。现在也有蛮多不同的诊所药局的类型啊，所以以前是这样子的那种合作模式，但是现在也有可能开在附近，然后同时也有贩售保健食品的诊所药局也有。而且
且呢，诊所药局药师就是如果那个诊所的处方签量蛮大的话，他其实可以不用像药局药师一样要跟病人做那么多的互动这样子。所以有些人也蛮喜欢的，就是他可能不喜欢跟太多人讲话，或者他觉得跟人家讲话非常累，然后或者是要处理客人的问题很烦的人，可能就会适合诊所药师这样。那最后的话还有就是药厂的工作。那药厂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工作上就比较难介绍了，因为药厂就是另外一个生态。那药厂里面又分了各种不同的部门，各种不同的部门都有不一样的职位，然后跟需求，像是据我所知，药厂的话就分为医药部门、法规部门，还有行销市场部门的。那所以这几个部门都有可能是药师可以发展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最刚开始新鲜人可能首选就是药厂业务。那药厂业务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我们透过我们药师所学，因为我们药师是最了解药品的嘛。那我透过我对药品的了解跟对疾病的了解，去跟医师推荐我这个药厂在这个疾病领域里面觉得还蛮不错的药品选择，推荐给医师，就是药厂业务做的事情。那主要就是药品的销售啦。药厂业务的话，因为它会根据每个人的销售能力的不同啊，所以其实你的薪水是有涨幅空间的，跟一般其他同的场域的药是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的话还有医药部门，那医药部门的话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药品的研究啊，或者是说药品的临床试验，就是我们药品要可以上市到各个国家贩售的话，都是需要经过临床试验，可能有第1期、第2期、第3期临床试验，甚至到上市后也有上市后的临床试验，去看这个药品的疗效还有毒性和药动学的资料等等。在药厂就是有蛮多不同的职位，然后薪水也是就是比较有挑战性这样子。那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药厂的工作，所以呢就以我知道这些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最后药师的收入真的很高吗？真的有10万这么高吗？那我觉得关于薪水这个议题的话，就是我觉得成为药师啊，其实像刚刚讲的，也成为药师需要考那么多的念不同的药学医学专业的书籍，然后还要考国家考试，甚至我在考完国家考试后，我其实需要定期的去修课，拿到我的学分数，我才能够维持我的药师执照。所以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而且呢，我们是有经过国家考试的认证。然后我觉得当然啦，就是跟一般的大学新鲜人比起来的话，薪水当然是比较有保障。但是我觉得像是药局药师啊，或者是医院药师的话，就是起薪就是当然就是我可能刚开始起薪会比其他人稍微高一点点，看起来薪水好像很不错。但是呢，就是薪水的涨幅只能随着你的年资的增长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做了10年也只多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涨幅比较没有那么大，有点像是公家机关这样子领固定薪水的感觉。那没有像是其他的行业可能有比较大的可看空间，或者是像工程师一样可能可以随着自己的能力啊，或者是资历而来调涨你的自己的薪资这样子。而且啊，法规规定药师他是只能在一处执业，所以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做兼差，就是除非说我们要兼差去做药师以外的工作，或者是经营自己的副业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不然的话其实我的薪水就是平平的这样子。那到药厂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药厂就是会像是工程师一样，虽然起薪不高，但是我可以随着我的资历还有我的能力去谈我的薪水，然后可以有比较漂亮的年薪这样子。所以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样子的工作模式，还有喜不喜欢稳定的薪水。当然你觉得喜欢稳定的薪水，那你也喜欢像药师这样子看似一成不变的工作的话，那其实药师就蛮适合你的，而且就是不怕没有工作。那如果说你喜欢的是去挑战，然后你想要追求的是
超级高的薪资的话，那我觉得药师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觉得其实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一定可以有很好收入的人，就是看你的努力是多少而已。对，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药师到底在干嘛，然后之后可以再更细节的跟大家分享在各个领域的药师每天的工作内容可能是什么。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分享影片，然后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大家也可以比较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药师，药师到底在干嘛，要念多少书才可以成为药师，还有要经过多少考试才可以成为药师，还有到底药师的薪水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这么高。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喜欢的话要按赞，然后可以追踪我的 YouTube， 然后也可以到我的 IG 追踪我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